国时间1945年8月14日，纽约时报广场人流如潮。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轴心国主要成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全球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亿人先后参与或被卷入了大战，军队和民众伤亡总数达1亿余人，财产损失达4万多亿美元的浩劫终告结束。2年前，国民政府为了战后的经济重建，先后派遣孙运璇等31位中国青年到美国各主要工业领域学习深造。此时，这位32岁的工程师愿望再简单不过，他渴望立即赶回山东老家，用自己精通的电气专业建设一座新式发电厂，让乡亲们把煤油灯换成电灯。然而3个月后，一纸命令改变了孙运璇的人生。1945年12月，孙运璇接到紧急命令，返回中国。几天后，他和几位同伴乘飞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战争废墟上的台湾，正急切等待着孙运璇们施展才华，兴废继绝。1944年9月，二战的太平洋战场进入最后关头，盟军开始实施针对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美国一开始他有设定的一个战略目标，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来瓦解整个日本帝国。那么在这个设定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当然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台湾。此时的台湾作为日军的战略重地，直接威胁同盟国军队的作战行动。岛内遍布的日军飞航基地，每天军机密集起降。糖厂的酒精车间正在生产替代航空燃料的酒精。高雄冈山航空工厂夜以继日制造所谓神风特工队战机。1944年9月起至1945年5月间，同盟国军队飞机对台湾各地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空袭。高雄港是日据时期台湾第一大港口，是日军主要物资转运港、海军基地和军需工业所在地。高雄这一带还有很多重工业，然后军需工业，它源源不断在支援这个日本的南进的这个战争，然后加上这个最大的港口，所以高雄当然就是等于当时美国可以说轰炸最密集，然后呢规模次数都最多的一个地方。陆路交通设施也成为同盟国军队轰炸的目标。1945年3月到5月，同盟国军队派出 B-25轰炸机540架次，对台湾的铁路、公路、桥梁进行全面轰炸。
台湾岛内及对外交通全面瘫痪，台湾已成海上孤岛。1300多个这个火车头和车厢被炸毁，因为桥梁也被炸毁那交通也是寸断柔肠了。那工厂也是200多家大的工厂有170多家是重度这个摧毁。据美国空军1945年5月中旬战况评估显示，经过半年多的轰炸，台湾42座糖厂中有34家被完全损毁，酒精生产量降至战时高峰值的1/4。目前看到美国的任务报告，基本上没有以民宅为攻击目标的。他每一次出任务会有一个任务报告嘛，那上面指挥官会很明确的给他目标。你今天要炸是可能某某糖厂，那为什么要炸糖厂？因为当时这个糖厂可以提炼酒精，那作为日本飞机的燃料。由于日本把台湾作为侵占东南亚的南进基地，台湾在2战后期深受其害。日本军国主义者越是变本加厉，将这块土地变为战争基地。同盟国军队对台湾日本军备工厂的军事打击就越彻底。当然，造成2战末期台湾经济濒于崩溃，同盟国军队的轰炸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从1895年开始的50年间，日本在台湾进行掠夺式殖民统治。他们提倡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早已使得台湾经济严重畸形。我觉得日本人统治台湾，他都是当做一个生产地，然后把台湾的资源统统拿到日本，再制造商品来卖给台湾人。它是作为一个日本资本输出的一个场所，是原料掠夺的一个场所，所以他把台湾塑造成日本的一个粮仓和糖库。也就是说，在台湾日据时期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台湾桂木树龄可高达数千年，它质地细腻结实，清香而不易腐朽，是顶级的珍贵树木，有着神木的美誉。日据期间，台湾大批树龄1000年以上的桂木被砍伐殆尽。从1895年开始，日本殖民当局先后颁布关于土地的若干规则和条例，强占台湾94%的山林原野和75%的土地。台湾许多农民因此破产。2战末期，原本物产丰富的台湾出现粮食严重短缺，大部分人只能以劣等米和地瓜果腹。但是粮食缺乏很严重，是赶快修水利，这些都是最紧要的工作。那么还有救灾，老百姓也可怜啊，那时候没有米吃，都吃什么？吃野菜、番薯。日本战败以后，日本战争时期对台湾是绝责而渔啊！台湾的所有的事业都变成炮灰了。面对眼前这一片战后废墟和饥肠辘辘的百姓，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究竟该如何着手重振经济、重建民生呢？
1945年11月3日，刚刚来台10天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广播中阐述他的施政方针。他提出，当前迫在眉睫的，一是增加生产，二是提高生活。当时台湾经济非常的萧条啊，所以陈仪提出来，他说我们不要让台湾这一条船沉下去啊，因为当时是这个一片萧条，百业萧条，急需要整顿啊，所以他也一方面抓工业，就是积极发展这些当时的民族的工业啊，另一方面他也推进农业生产。1945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国家资源委员会派出10人专家考察组赴台湾考察经济情况，并与陈仪等人协商台湾经济重建事宜。1946年2月，考察组提交了一份台湾工矿事业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台湾工业经过战时轰炸，破坏匪浅，重要厂矿摧毁惨重。考察组建议，应以糖业及电业为建设核心，由糖业催及有关副产品、化学工业及辅助工业，由电业催及电化、电业工业，再有余力使顾及其他工业。考察组分析，糖业的恢复受糖蔗生产周期的限制，而电力的恢复则是迫在眉睫。日月潭是台湾岛最著名的风景区，它位于南投县的西部，是台湾省最大的湖泊。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利用日月潭的水利资源，修建了当时亚洲第1大水利电厂，担负全岛70%的用电。盟军轰炸使得大关和明潭电厂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原貌。1945年夏天的多个强台风加剧损坏了电网输电系统，全岛供电量只有发电设备容量的1/10，许多工厂因缺电而陷于停顿。美国他为了摧毁日本的战力，所以他必须要把台湾的电彻底的瓦解，但是他也不想把台湾的电力说永远毁灭，所以他摧毁这个发电第一原则是绝对不动发电厂，尽量把这个变电设备炸掉，因为变电设备一炸掉，你有电你也送不出去。1946年初，对电力生产心急如焚的陈仪，带领负责台湾电力重建的人员来到花莲。那时候的董事长陪着陈仪到花莲去巡视。但是到那里的时候，碰到那个灯非常非常的小，一下亮一下暗。那个董事长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没有脸见人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长官在身边，但是灯非常的暗，一下明一下暗。这位陪同陈仪巡查的人就是孙运璇。孙运璇1913年出生于山东蓬莱，1934年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个是父亲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时候的照片，当时他是年纪最小的，这个个儿最小，所以有个外号叫小孙子。孙运璇毕业后的第1份工作是在连云港电厂当工程师。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中国，连云港电厂的机器设备只好拆卸运往陕西宝鸡。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孙运璇训练出一支骡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了任务。这段事情父亲常常讲，他说那个是
他一生中的第一个挑战，要把那些个很大的锅炉啊、发电的设备运到内地，要走那些栈道。他说那个栈道都非常非常窄，几乎是连人走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别说还要这个带着那么多机器走。毅力和勇气始终伴随着孙运璇。此刻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的孙运璇面对的是另一个艰巨的任务：战后台湾电力的恢复与重建。相片里面的这个娃娃是我当时父母亲刚从大陆来到台湾，新婚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非常非常的高兴。修理变电设备需要大量的零部件。孙运璇赶到公司仓库盘查设备时，发现整个仓库空空如也。战争期间，日本工程师早已用完所有的零件。那你要修复一个东西，要有零件来修啊。那没有零件怎么办呢？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而且你要买的话，时间上也来不及。恢复电力生产还陷入了人才短缺的困境。1945年底，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宣布，所有日本海外侨民限于5个月内遣返回日本。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3000名日籍技师全部被列在遣送名单。当时撤走了3000名日本的技术工人，包括工程师，所以等于说，最懂电力、能够恢复电力的人全部被撤走。日据时期的殖民政策规定，台湾人就算再聪颖努力，也无法进入工矿、交通等企业的技术管理层。当时曾留学日本的台籍首位电气工程师朱江怀职务最高，也仅仅是台电株式会社营业科的副科长。他的职责只是到田间地头推广用电，根本无法进入技术管理核心岗位。一开始日本人他为了控制这个电的技术，所以电力公司有关于电厂的设计、建筑、操作，甚至维修都是用日本人，啊，台湾人大概只会去做会计啦、营业啦，啊，我爸爸到了那个台电以后，名义上虽然是说社长介绍的，但是也一样，对电的这一方面的那个技术方面，还是不给我爸爸去接触，一直到这个台湾光复。大概科长级以上的台湾人，不到10个，还个位数。台湾人不能当长。日本人他要回去以前，他知道说台湾电力公司的技术，特别是电厂，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他们有恃无恐的在上船的前，他们就说了一句话说：3个月以后，你台湾就是一片黑暗。孙运璇焦急万分，电力恢复需要的人才设备，他现在样样都缺。我觉得他是没有创意的人那没有技术工人怎么办呢？所以父亲就想到说，当时台湾有2个工专，一个是台北工专，一个是台南工专。一听说有工专的在校学生，孙运璇二话没说，直奔台南工专和台北工专。他面见校长说，情况紧急，
3、4年级学生先别读书了，跟我去台电，吃住全负责，还能拿薪水。校长一想说，台电这么大的公司，要进去都不见得可以，因为当年台南工学院的毕业生，10个台湾的毕业生能够进台电，大概只有1个或2个。此时，服务于台湾电力15年的首位台籍电气工程师朱江怀，已升任营业科长，成为孙运璇的得力助手。他们带领300多名台北和台南工专的学生，四处拼凑设备零件，边学边上手修复电力设施。怎么样能够快一点让电力能够恢复供应是很重要很重要，就要跟时间竞赛，所以呢，他们就住在工地，3班制的，反正就是日夜夜的不停的，除了睡觉以外，大家就不停的在那边抢修。技术人才解决了，台电却拿不出钱购买设备。孙运璇、朱江怀等人想尽办法寻找可以利用的材料，自己拼凑加工零部件。所以就是用这样子挖东墙补西墙的方法，把台湾的电力恢复。他自己一直说，他觉得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台湾的电力恢复。美国估价说，修理日月潭的发电跟那些所有的变电所要200万美金的，不是400万美金。日本估计要200万美金，结果孙运璇就把所有的这个修理好，没有花1毛钱外汇。美国顾问团看到这个，非常的惊讶，认为这是奇迹。不到5个月，台湾全省电力硬是恢复了80%。数年后，日本电力专家再到台湾，还表示不敢相信中国人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高雄桥仔头糖厂是日据时期台湾第一座现代化机械式制糖工厂。恢复台湾第一实业的制糖业，有利于快速带动民生经济。而1945年台湾的糖业又是怎样的状况呢？42个厂，政府来的时候只能够生产的，就是没有破坏的只有8个。好，那等于说80%都是破坏的。那破坏就没生产，那没有产糖的话，你接收好像接收那个破铜烂铁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时候政府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1946年5月，台湾糖业公司在上海成立，台湾糖业被寄予了厚望。我也很奇怪，我们的怎么会台湾糖业公司在上海成立？我想中国当时政府一定有这个想法，因为中国没有糖业。中国人看中油公司什么公司这样，他想从那个中国糖业公司，可能拿台湾糖业做一个基本。现在，当日本糖业株式会社被台湾糖业公司取代，年产3万多吨高雄桥仔头糖厂静静地等待新的生机。他等来了台湾糖业公司第1任总经理沈振南。沈振南190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世家望族，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在美国获得制糖工程硕士学位。又到德国研究甜菜制糖，是当时中国最知名的制糖专家。
沈正南先生他自己的应该说他的学历非常好他去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都是专门这个制糖工程的，好，那所以他倒是那时候很少有的制糖工程的专家，好，所以当然就不做第二人选了，就那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就派他来台湾。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公署接收日本人经营的4大制糖株式会社，合并成立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11月，沈振南接手台湾糖业的重建工作。面对断瓦残垣的厂房和破旧的设备，沈振南有些一筹莫展。要重建糖厂是件蛮困难的事情，是因为第一个资金没有，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买机器，机器去哪买？是买美国的还是买哪里？去买机器是个问题。好，那再来就是人才也是个大问题。上任伊始，沈振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年在清华大学化工及制糖专业的同学尽数动员前来台湾。日本人讲，没有我们日本人，台湾糖业修复不了。美国人讲，没有3000多万美金，没有10年，台湾糖业复兴不了。1946年，美国糖业专家亨林特来台湾考察糖业，看到台糖仍然一片破败的模样，他不无幽默地对车间技工调侃道：“台湾的蔗糖生产，就要看你们这些中国人的了。”我想大概是他们工作8小时，或者当中的咖啡时间。我们中国人不同啊，日夜不停的休打仗，没有什么加班不加班了。当时是美国人、日本人都跌破眼镜的，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现在不简单的呀。从重建厂房、维修机器、培训技工、调试生产线，再到下乡规划甘蔗生产，建立收购渠道。在沈振南的带领下，很短的时间里，不仅相继修复了虎尾、高雄、恒春、苗栗、新竹、彰化等多家地方糖厂，更使台湾糖产量迅速回升，并且很快恢复外销，换取外汇。也同胞，今天是我们这个新竹市竹东铁路举行这个开工典礼。这是1945年竹东铁路开工典礼的珍贵影像。长官亲自参加我们新竹市哪个市民？竹东铁路是光复后复工开建的第一条铁路。很好的地方。而主持这条铁路建设的就是陈仪的老部属严家淦。这个东道还有很大的牵挂。我们现在要晓得，我们要救台湾，把台湾建设得很好。严家淦1905年出生于苏州富商家庭，192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1931年任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材料处处长。1939年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长、财政厅长，是陈仪主政福建时期的得力助手。到台湾来呢，他的一方面呢是陈仪先生呢，他是福建的老长官，他总是觉得台湾是一个新复兴的地方啊，所以光复以后啊，他觉得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才是决定到台湾来了。这组照片是同盟国军队在实施台北大空袭时为确认轰炸效果而拍摄的。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出，在同盟国军队的轰炸下，作为日本战时运输主要手段的台湾铁路损毁严重。铁路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单位，很需要很多技术单位、技术人来支援才能够营运。所以他说他当初接受收下来之后啊，几乎是要不能营运了。铁路建设涉及范围广泛，从铺设轨道、架设路桥、开凿涵洞，到站台建设乃至各种设备的维护保养，需要各种工程技术人才。日籍技术人员的撤离，出现人才断层。铁路没有这些技术人员、主管人员，怎么营运啊？所以他就赶快去把这个去到大陆去找救兵。幸好他父亲，我父亲在抗战之前在上海那个胡杭甬这个铁路局做过。民国36年1月15日，竹东铁路举行通车典礼，一列挂满彩带的火车喜气洋洋地出现在新竹火车站。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新竹各界人士都以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庆祝竹东铁路通车。借助从大陆源源搬来的技术救兵，竹东铁路自1945年底开工，到1947年1月15日通车，只用了短短1年多时间。由于新竹至竹东沿途林业、石灰业等产业众多，竹东线成为光复后台湾北部重要经济动脉。此后，台湾各项铁路建设一直由大陆来的铁路技术精英薪火相传，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开创性成果。这是一张1940年由日本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发行的战争债券，目的是为侵略战争筹集资金。1945年光复前夕，日本政府以偿还台湾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及政府债务为由，向台湾投入大批面额为1000日元的日币。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9月9号，岩前敬二坐着日本飞机，1飞机的钞票到台湾来，干嘛？当时台湾的钞票不会印钞票，是由日本带过来印的。这一趟飞机的钞票有多少钱？没有人去统计。日币1000元券的流入，粮食管制的放开，加速了台湾的通货膨胀。日本人他要将台湾交还给中国，他心不甘情不愿哈，他不愿意让台湾平稳过渡到中国人手上，所以他打了一场狠狠的经济战。
战后的重建工作千头万绪，每一项基础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但钱又该从何而来呢？陈仪此时再次想到严家淦。1946年，严家淦出任台湾银行董事长，任务是重组台湾银行，发行台湾地方货币。让陈仪始料未及的是，他提出以台湾银行名义发行台湾货币的建议，受到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于鸿钧的强烈反对。1945年11月初，陈仪接连致电行政院，再三建言由台湾银行发行独立货币，让台湾暂时成为一个金融特区，眼前的台湾经济才能度过可能崩溃的难关。按照国民政府最初拟定的接收大纲，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4大银行必须到台湾设立分行。其中有些先遣组成员都已乘坐飞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陈仪却不许他们下飞机。他派人对这些先遣人员说，台湾已经有本地银行，各位还是请原路飞回去好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独立发行的地方货币被称为台币。1946年5月23日，台湾银行开始发行1元、5元、10元3种面额的流通货币，俗称旧台币。对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做法，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台湾籍士绅表示了支持。他们意识到台湾的金融能否稳定，事关台湾经济的重建发展。1946年10月16日，除了台湾银行，其他地方银行也开始复建。林献堂出任彰化银行筹备处主任。彰化银行是日据时期台湾中部地方士绅为解决彰化地区租权清理所交付的庞大公债而投资设立的，也是最早真正由台湾民间自行筹资设立的银行。随后，南部的商工银行、北部的华南银行也接手改组，由台籍士绅黄朝琴、林雄征分别担任筹备处主任。到1946年12月31日，台湾银行发行旧台币总额为53亿3000万元。2年半后的1949年6月15日，新台币正式发行。战争的破坏，资源的掠夺，日本殖民者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台湾。
光复初期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虽然采取种种措施发展经济，但是也未能有效抑制不断上涨的物价。这从当年出版的报纸可见一斑，米价、菜价直线飙升，涨幅惊人。当时台湾的米的整个的产量根本不够，就是1年的那个，所以米价飙涨啊。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陆后，发现同时期上海物价的涨幅为台北的将近50倍。台湾民众呢一开始是反对的，他们认为既然回到祖国怀抱了，应跟祖国用同样一种货币啊，不理解不了解。但是到了1年以后，当一些台籍资本家到上海发现整个法币啊，这个通货膨胀非常的剧烈，而台湾呢也通货膨胀，但是呢跟大陆相比还要好很多啊。今天用历史的眼光回望光复初期，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工作还算顺利。相对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的建立，也避免了法币崩溃的冲击，为日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不过，在这期间，一些接收人员也徇私舞弊、损公肥私，一些管制措施沟通不足，加之大陆赴台人员与台湾民众语言隔阂，互不了解，甚至有所猜疑。在回归的激情褪去之后，问题开始显露，不满的情绪随之蔓延。陈仪这个人呢，他自己呢是非常的清廉啊，他带过去的这一帮人啊，就是说他的这个班底啊，行政长官公署里面的这个也是人马呀，就很迅速的将当时大陆各也是国民党的这一套这个也是弊病呢，很迅速的带到台湾去了。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在接收的时候，不仅仅是台湾，在大陆。国民党接受了五子登科嘛，所以引起了这个沦陷区老百姓的普遍的怨恨。1946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1周年纪念大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陈仪在大会上发表了告全省同胞书。我们的同胞，尤其我们本省的同胞，我们一定大家去过着光的，很欢喜。过去1年，我们要从被日本侵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转变为中国的台湾；我们要从战时破坏的台湾，转变为平时建设的台湾。而且在转变期间所遭遇的若干困难和痛苦，也是必然而无法避免的。很显然，陈仪对接收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有所觉察的。但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有效制止，这最终导致他在1947年5月份的去职。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日本殖民者将日语当作台湾通用语言。台湾光复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中文、汉语的官方语文语言地位。1945年9月起，台湾全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语运动。
敬请收看6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台湾1945》第5集《正本清源》。